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勇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真我 GT Neo 2的首发体验。这个机圈真的实在是太内卷了啊！这个 GT 宇宙今年发了很多机器，这个 Neo 上半年刚刚发过，这次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颜色啊，好紧，还是赶月级的一个大盒子，非常不环保。有一个水泥灰色的硅胶保护壳，然后充电方面，刚才说了啊，这个续航综合一套都是有改变的，这是改成了65瓦的这个 Super Dart 的充电器，这也是祖传了是吧？ OK， 稍等了2天啊，我们又拿到了他们这次一个套装版本啊，这个绿色确实非常的扎眼啊！一开始呢也有传闻说可能会和 AMD 进行合作，但是最后好像是没有啊。GT Neo 2有一个巴斯 Air 2的标识，那就说明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耳机的，一个耳机一个手机。先看这个耳机，哎呦，这里边的耳机。 我以为就是加了一个普通的指套，这还专门改了一个颜色啊！这个颜色其实它比原版的这个纸上的这个绿色要稍微的淡一些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挺招女生喜欢的啊！这里边的也是重新设计的啊！这耳机黑绿进行配色，觉得怎么样？做的还是很精致啊，非常到位。OK， 来看一下手机 GT Neo 2，其实之前侧边腰条的这种设计呢，是放在了它的这个镜头的下面，但是这次是做到了这个旁边，然后也有一些它的 slogan， 然后 Realme 的标识。这个颜色啊，如果大家觉得好看的，请扣个1啊；觉得不太行的，请扣个2啊。我个人啊，这个拿着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。但是如果这手机是大秘密拿着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来看一下它其他的啊，充电器和数据线和标准版都是一样的。 这2个东西配在一起，还有点那味儿。这个相对于刚刚我们体验那个深色版本啊，好看不好看，大家见仁见智。但是这个辨识度肯定是非常高了。我建议你带一个透明的壳子啊，一眼就可以看到这台手机，而且放在哪儿应该也挺好找的。这种绿色，背板是由 AG 与光面玻璃在同一表面下拼接而成的啊，这种工艺我们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啊。它底下呢应该是做成了一个涂层，有点那种荧光绿的感觉，包括它镜头模组的这一块，这个侧边的装饰条呢是黑的非常的彻底啊，没有任何杂色，也没有那种渐变，包括它这个中框也是专门做了一个黑色的涂层，特别的黑，黑的非常彻底啊。点亮屏幕，这个颜色给几分？ 这次的 GT Neo 2我们体验完之后，可以汇总成3大改变啊。第一个就是处理器性能，第二个是充电和续航啊，第三个就是相对改变比较小的外观 ID 啊。先从最小的开始啊。外观 ID 方面呢，我建议大家买一些其他比较出挑的颜色啊，显得更加年轻一点。基于摄像头往下拉条的这么一个设计，我觉得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啊。这台呢说是影黑，但是光打上去的时候，它有点泛着蓝灰色的感觉啊，它是有这个渐变的。断面的 AG 玻璃磨的是比较的细，所以说光泽感保持的非常不错啊。不过也会有一点点残留指纹的感觉啊。一握上手的第一感觉，比上一代要重了不少，199.8克啊，有零有整啊，这是官方数据。8.6毫米，比上一代也稍微厚了一些。还有就是电池方面增加了500毫安时，这还是不小的啊，达到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。变重的原因还有就是它的屏幕稍微大了一丢丢，现在是6.62了。这块屏幕上一代其实表现就非常的好，这个三星的 E4 屏幕 AMOLED 120赫兹，397的 PPI， 而且支持 DC 调光啊，这是一个细节。背部 ID 改变最大的就是它的镜头模组，猛的一看，是2颗摄像头。 但其实它也是3摄的组合，一个 OA64B6400万的主摄，加上一个800万的广角，然后还有一颗战术镜头。后面我们会跟大家来看一些样张。正面呢改变就比较小了啊，这个也是3边不等宽的一个边框啊，额头是一个尺寸，2侧是等宽的，然后下巴是一个，同样也是一个左侧的这个挖孔。还有3个小细节提醒大家，第一个是扬声器方面，它是听筒式的双扬器设计啊，这个底部是有专门开孔的，顶部没有。然后马达方面，它是 X 轴的马达。第3个，它的指纹同样还是比较靠下一些的啊，在这里。但是识别速度啊，结合人脸啊，还都是非常快的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手的大小的话啊，正常放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啊。第2大改变就是充电和续航，刚才我们提到了。第3个就是处理器，最核心的870，这个之前是1200，虽然也不错，但是870在游戏方面要更强一些，这些都是数据环节的啊。对了，多说一句啊，在这个散热方面啊，它这次有个专业名词叫金刚石散热凝胶，什么8层立体散热，我感觉厂商现在把
这个散热名称，这名字起得太内卷了啊！这个你不好好起个名字，你都不敢提自己这个散热了。之前还有什么祝融号同款，光说不练加把式，我们数据环节详细展开。小白测评数据库实测 GT Neo 2从天玑200升级到了骁龙870，理论性能方面基本没啥区别啊。娱乐兔跑分72万加，略高于上一代的71万加。UFS 3.1 LPDDR4X， 闪存速度上由于高通芯片的限制 ，Neo 2的读写速度要慢于搭载 MTK 芯片的上一代 GT Neo， 不过日常体验中啊，感知确实不强。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12G 的版本啊，平均用时109秒，中规中矩的水平，基本持平 GT 大师探索版，65瓦快充，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30分钟就可以充到97%，32分钟前台显示100%。相比于小米67瓦的单电芯，还是要快不少的啊！涓流充电6分钟，完全充满38分钟，这个充电速度算是非常不错了。续航上120赫兹模式下，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，GT Neo 2胜于了61%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25%，这个成绩确实非常不错，名列前茅了。你看看底层870加5000毫安时这个组合，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数据库发热1小时和平精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 ，GT Neo 2机身最高41摄氏度啊，表现不错。帧率上流畅加90帧模式 ，GT Neo 2平均89.84，波动0.71啊，和平精英上确实没什么压力。最后极限原神最高画质普通模式下，也就是系统更新前的这个 GT 模式 ，Neo 2平均39.32帧，降频锁帧非常严重啊，13分钟后直接锁定在了30帧，且后续没有回升，这个帧率直接排到了数据库倒数几名。但是啊，这个机身发热确实非常低，最高也就到了45.1度，这种2级的调度确实有点矫枉过正了，感觉。在我们视频做到后期，最近又有一次大版本的更新 ，Neo 2将之前的调度策略下放到了普通模式 ，GT 模式则更加激进了一些。没办法啊，又重新测试了一遍，整局游戏平均47.1帧，游戏6分钟后一直就锁定在了45帧，帧率高了一点，但温度也随之增高。半小时温升曲线中，25分钟达到了最高的49.2摄氏度。如果再一发热啊，你得关闭 GT 模式。日常在锁30帧的情况下，机身的温控确实明显要更低，算是给了你一个开关吧。问问大家，这2种情况，要开 GT 的扣个1，不开 GT 的扣个2。最后在功耗上，我们直接说最高的啊，在 GT 模式下 ，Neo 2平均整机5.2瓦，帧率没有拉到50以上啊，所以确实不高。整体数据来看 ，GT Neo 2相比于上一代几个关键点，处理器、电池、机身材质都做了升级。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续航确实不错。这颗870对于原神的调度还是偏向于保守的，性能释放上没有之前发布的870那么激进。中低负载的90帧吃鸡表现不错，满帧运行。更多实测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数据库。游戏体验方面呢，多聊几句。专属的 GT 模式现在有了单独的设置界面啊，比如停止游戏15分钟，它就自动关闭 GT 模式，达到省电的效果啊。玩和平精英的时候，这个射击和换弹的震动手感确实要更好了。上一代是嗡嗡嗡，这一代明显是哒哒哒了。另外，在游戏模块呢，这次新增了滤镜功能，它可以使用反转色、超高清和夜视效果。这个夜视我们专门体验了一下，感觉就是把整个画面变绿了啊！这个亮处还是那么亮，暗处还是那么暗，而且它还需要开通欢泰会员才能够使用夜视滤镜啊，有点鸡肋。其中还有一个超现实画质功能，开启后确实能感觉到提高了对比度和暗部细节。重点是这功能它不收费。影像环节我们直接总结，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呢 ，Neo 2的调教风格偏向于浓艳，饱和度偏高，属于讨好眼球的风格。某些场景下饱和度会有溢出的情况，看起来有一些老式挂历的效果啊，不太真实。不过在拍摄灯光，比如霓虹灯的时候，这色彩反而是更加符合肉眼看到的色彩。高光的压制让霓虹灯看起来有点不怎么像灯了。主视和广角的白平衡表现也还不错，但是广角紫边问题比较严重啊，比如这组广角的建筑边缘、树叶边缘都有。暗光场景下，高光压制比上一代有进步啊，但是依然有饱和度偏高的问题。夜景广角端的部分场景下呢，出现了伪色，紫边现象也是比较明显。这一代画面的纯净度确实要稍好，但是广角的整体感觉还是有待提升啊。而且体验过程中发现夜景自拍模式时，这快门比较慢，拍完了处理过程中有偶发卡顿的问题，希望后期能够改善。街头摄影的这个功能，也就是抓拍能力，你可以设置成锁屏状态下，双击2圈音量键快速打开，比手势滑动耗时更短，抓拍的成功率也不错。影像总体而言，主摄的高光压制和宽容度比上一代都有进步，适合比较喜欢高饱和度、色彩比较艳丽，拍了不用修图，直接就能发朋友圈、微博的小伙伴。广角端呢是有待优化的，有紫边问题，边缘解析力下降。夜景方面，噪点要更少，画面要更加纯净了。极限光场景下，夜间算法和一些拍摄过程中的小 bug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。其实这一代 Neo 2的改变主要都集中在了它的内部里面啊，
都是底层的硬件参数上的一些提升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基于realme 对于自己受众用户市场的一个判断，因为相对来说啊 realme 现在还是比较年轻、比较偏基友的一个品牌，这些底层硬件参数的提升带来的感知度要更强一些。比如说你去追求外观 ID 更高阶的质感，然后更漂亮的设计，对于这个群体的用户来说，可能感知度没有那么强啊。你不如给我来500毫安时的电池，是吧？实实在在的提升我的续航，来得更直接。所有的东西都测完了之后，感觉它这个5脏6腑改变还是比较大的，尤其是基于870这颗核心之后，它是 GT Neo 这个系列嘛，所以性价比呢应该还是无需担心的。在参数方面，这个单位段算是做的比较全的了啊。这就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取舍了。在品牌这边来说 ，realme 整个在今年啊是非常激进的，这个发布了 GT 整个宇宙啊，各种各样的机器，甚至针对不同的这个电商节啊，还有不同的这个变种版本，什么闪速版啊，特别的多，它还是冲得非常的猛的。我觉得直到它彻底在国内的市场占据自己的一定份额之后，这个脚跟扎稳了之后，才会适时的推出一些高端大旗舰的产品。这2年相对来说应该都是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机型，更加偏向于学生，更加偏向于年轻化的这一波群体。但是也确实啊，它把这个整个机圈的节奏带得要更快了，这也是好事吧，能够让用户们一直体验到最新的产品啊，它有点像是一条鲶鱼一样，一直搅动着这个池塘。OK， 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，我们的数据库应该已经更新了 GT Neo 2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，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